这是被列入哆啦 A 梦恐怖道具榜中前5的存在。恶魔卡片，这东西会勾起你心中深处的贪念，从而被迫跟恶魔签订契约。而恶魔的最终目的也很简单，那就是你的身子。而这个故事还要从蓝胖子故意躲着我说起。正所谓无事不找蓝胖子，他巧妙地预判了我找他借钱的预判，但逃得了蓝胖，却搬不走他的城隍庙。我在他的壁橱里翻出一张符纸，下一秒灯光熄灭，一头恶魔随火降生，一把将我揪住，竟一块儿闹3感谢，因为他已被封印了上万年。为表感谢，还硬塞给我一张恶魔卡，只需晃动一下就有300大洋，这包操作简直哇塞！但妈妈告诉我，不要随便拿陌生人的东西，而且每当晃出300大洋，身高就会减少1毫米。我果断地拒绝了。岂料恶魔竟比带货网红还专业，竟放出了送1赠3的大招。想着未来的我说不定能比肩姚明，便欣然接受了。告知我每晚12点清算后，恶魔便重新回到了符纸中。实现了财富自由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买回《撸魔动漫》。看着突然出现的蓝胖子，心虚的我抱着书便夺门而出。这是第一个清算的夜晚，看着指针指向12点，我从床上惊坐起，一看镜子 ，Oh my god， 身高竟毫无变化。哈，天晴了，雨停了，我又觉得我行了。回到床头，就实现了1厘米的小目标。第二天，我来到书店就是买。听说媳妇儿连《撸魔动漫》都买不起，我便决定当回霸道总裁。殊不知，这一切都被虎父2人看到。本应是个脱单的好日子，却偏有2名大汉要上床。胖虎让我给他买滑板，那叫做人情；如果我不买，那就会变成事故。于是，在第2个清算日的夜晚，我的身躯逐渐变小，最后就只剩下空空的衣服了。还好这只是个梦，可变大的衣服却让我意识到这并非是个梦。吃饭时，老妈发现了我变小的秘密，眼看蓝胖子要跟我比高，我跑回房间，将恶魔卡片扔进抽屉，决定跟他彻底说拜拜。岂料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啊！胖虎打碎了玻璃，小夫更是打碎了价值10万的花瓶。反正不管是谁的错，今天来买账之人铁定是我没跑了。我只能再次撕开封印，需要提款的过程却被有房无存款的老爸撞见。就在我前去送钱时，恶魔卡片不慎掉落。于是等我回到家时，就看到坑挖坑的合情合理的爸妈，我一口气没上来，醋了。知道真相的蓝胖子更是气到开启原地蹦迪模式，足足40万呢，不多不少，正好一个我的身高。蓝胖子只好再次拿出符纸，召唤出恶魔，希望可以无利息借贷。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恶魔啥时候差过钱？于是谈判当场崩盘。难道我的命运无法改变了吗？夜晚再次降临，而等待12点到来的我们甚是煎熬。当指针指向12点的一刻，我的身体不断变小，最后就变成了原本的身高。原来是蓝胖子用放大灯提前将我变大了，竟然找到了恶魔卡片的 bug。那这不就成了无额度的提款机了？那么宝子们敢用这张恶魔卡片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小伙伴们化身时光穿越者，各种穿越于古代的各个场景中，而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是去借东西。到底什么东西有这么大魅力呢？为了赢得明天运动会上的借物赛跑，只能动用万能的蓝胖子了。来到学校，蓝胖子掏出了时空借物赛跑套装，这是一个一边比赛一边学习历史知识的道具。只见卡片飞出，停留在了各个站点上，而玩家只需带上徽章就能被判定为参赛选手。而规则就是穿越时空，从过去借来卡片上的东西。大雄和静香一队，胖虎和小夫一队。随着蓝胖子的一声令下，都不服输的双方开始了比赛。大雄上来就被甩在了最后，为了不管去哪儿都没有语言障碍，首先要吃掉翻译魔芋。胖虎一路领先，一口闷了魔芋，大雄则连吃个魔芋都要发挥平地摔的本领，气得大雄直接放弃了魔芋。胖虎队抵达第一站，抽取到了洗衣板卡片，瞬间穿越。大雄则抽到了阿拉丁神灯卡片。大雄2人来到了神话世界，本想上去询问路人，可因为没有吃翻译魔芋，对方完全听不懂，就算世界通用的右手比划也完全没用。大雄一着急起来就想嘘，可对方以为大雄饿了，好心的送了个烧饼，大雄只能放弃比赛，回到现实上厕所。小伙伴们知道洗衣板是什么吗？显然胖虎在生活中没见过，但他运气爆棚找到了，管它是国家几级文物，拿了就闪人。但刚回到现实中，洗衣板就凭空消失了，因为规则是借而不是偷。比赛重新开始，大雄队翻到了罗马的橄榄罐卡片。橄榄罐是由橄榄枝编织成的花罐，专门授予给体育竞赛的优胜者。大雄上来就遇到了带橄榄罐的人，开口就要借，可这是别人的荣誉象征，怎么可能借？2人决定分头寻找。大雄问谁借不好，偏偏问古代版胖虎借，
结果可想而知。好不容易逃出来的大熊膀胱一扫，发现了静香。无论任务有多重，静香都要对得起洗澡狂魔的称号。这时，旁边的姑娘看上了静香的头饰，好心的静香直接将头饰送给了姑娘。好人有好报，姑娘的哥哥正好有橄榄冠，任务成功完成。胖虎队翻到了维也纳的假发卡片，胖虎两人走在维也纳的街头，本想询问路人，可假发的发音太难，路人还以为他们要长得快的猪呢。这时，周围响起了交响乐的声音，两人终于又看到了希望。可人家正在表演，怎么可能把假发借给你？既然商量没用，胖虎决定放大招。胖虎放声大唱，决定来波音波攻击，甚至连同伴都要一起误伤，杀伤力太大。演奏者直接把假发扣在了胖虎头上，任务完成。胖虎推着小车向着第二个站点出发。比赛正在火热的进行着，大熊队拿到了航海王的武器，胖虎队拿到了战国时期的旗帜，静香拿到了古典的裙子，胖虎队拿到了爱迪生的灯泡。双方推着战利品跑向最后一个站点，同时抽取了卡片。大熊队抽到了战国武将的头盔，胖虎队抽到了石器时代的武器。大熊到达战国时代时，正巧碰到了逃命的武将，眼看被敌军包围，武将二话不说把头盔扣到了大熊头上。眼看大熊就要成为枪下亡魂时，任务完成。胖虎这面本想去找原始人借武器，却偶遇猛犸象，吓得二人撒丫子就跑，放弃了比赛。最终，大熊和静香获胜。大熊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二天的比赛，可大熊忘记了摘掉徽章，正常的比赛却变成了让大熊去偷恐龙蛋。小伙伴们知道坐在家长席上的这两位男士是谁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在未来世界，真的存在拇指公主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寸帽子，可以让佩戴者逆生长，变成蝌蚪大小。明明变袖珍后，战斗力会打骨折，可大熊偏偏逆天改命，成功逆袭胖虎。而这一切都是一根雪糕引发的血案，干饭人干饭魂。大熊喜提雪糕乐开怀，岂料半路杀出一胖虎，二话不说就打人截获。舔完一口后，和善的要还给大熊。眼看大熊被恶心到要吐出隔夜饭，胖虎只能勉强的收下了雪糕。那么宝子们都学废了吗？听闻胖虎高智商犯罪，小多拉整个人都惊呆了。要知道买雪糕的钱可是自己出的，大熊顶多算个跑腿的。于是他二话不说就要卖了大熊，可让废柴战五渣去斗小镇恶霸，这显然就是自寻死路。于是小多拉拿出一顶帽子，让大熊给胖虎戴上，这样就会如戴上帽子的大熊变成袖珍迷你人，看到脑袋大的都会误以为是怪兽，这样就可以一拳送走一个小胖虎，而只需摘掉帽子就会恢复成原本的模样。效果这么棒，大熊顿时高兴极了，二话不说就要出门跟胖虎正面刚。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大熊在拐角偶遇静香，顿时色心上头，将自己变小，要跟妹子玩点邪门。静香隐约听到大熊的声音，却四处张望后查无此人，而大熊趁机爬上静香的鞋，闻起了妹子的霸王色脚气。这既视感，还以为路飞跑错了片场。大熊再次开口呼唤妹子，吓得静香只觉后背发凉，一脚地板油就撒尤娜拉，结果大熊直接被甩飞，坐着顺风机一头掉进了垃圾堆。狗命成功的大熊想要摘掉帽子，却发现二手道具问题多，这帽子竟然不能自己摘掉。正巧此时胖虎啃着赃物从旁路过，被迫成了大冤种的大熊越想越气，直接在垃圾堆里玩蹦迪，让胖虎还雪糕。胖虎秒变战斗模式，刚要开战，却发现四下无人，于是一脚地板油直接走人。岂料大熊这个老六还想正面刚，可惜他那废柴体质，还没跑2步就先歇菜。恰巧此时小夫要去钓鱼，于是大熊脑子一抽，有了主意。只听一声清脆的硬币声，小夫就要拾金有妹，这才发现了站在巨款上的大熊。大熊想让小夫成为自己的顺风车，岂料小夫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，竟把大熊当成了鱼饵，吓得大熊挥舞双拳，对着空气一通乱扫。然而下一秒，水面下出现阴影，竟出现一头鲨鱼，张开尖牙大口，就要把大熊当午餐肉。看到鱼竿晃动，小夫高兴极了，可拎上来一瞧，却只有大熊没有鱼。于是他没开2度要送大熊下水，可大熊在桥下转了一圈后，竟稳稳地落在了小夫身后。Nice。于是他人狠话不多，将鱼钩挂在了小夫的短裤上，接着他拽动鱼线，让小夫误以为有鱼上钩。只见小夫用力一拽，好好一个富二代竟射死当场，一时不知是捂脸还是捂屁股。而狗命成功的大熊信心暴增，要再次找到胖虎正面刚。与此同时，静香刚买完雪糕，就看到胖虎前来借雪糕。妹子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奇葩的要求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大熊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到了胖虎的阴谋，气得胖虎顿时撕破脸皮，要把大熊锤成渣渣灰。他在电线杆后发现了袖珍大熊，直接把脸对到了他面前，吓得大熊一脚地板油直接开溜。这场面比恐怖片还恐怖。
岂料大雄再次摔神附体，摔倒后被胖虎握起，感觉再不反抗，画面就要变成黑白色。大雄直接上了口，被胖虎甩飞后顺势滑进了衣服。只见胖虎一秒变身喜剧人，在地上撒欢打也不亦乐乎。大雄则趁胖虎定要胖虎命，提出让他归还雪糕的要求。静香将雪糕交给小多拉时，顺便也带回了大雄，而一个雪糕2人分，显然有些不够吃。于是小多拉反手掏出2顶帽子，实现了2人雪糕自由的梦想。